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掌声有请索达吉堪布呢入场。好，请坐。尊敬的索达吉堪布，各位怀有善心的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的至诚讲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上海慈惠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著名的呢慈善理论家、活动家、社会家呢索达吉堪布。那么堪布呢，曾前往美、日、加、新马泰各国呢进行佛法的一个弘扬。那么近年来呢，也受到国内例如清华、北大、复旦等高等院校的邀请进行讲学。那么和我们的知识分子跟师生们呢一起探讨佛学的真理。那么堪布本身呢也是学识渊博，那么对世间的各种问题、各种事情呢，都有着他一颗本着慈善之心的见解跟觉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至诚书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陈文彬院长呢致欢迎词，有请。尊敬的索达吉堪布，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上州大学至诚书院至诚讲堂呢，致力于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我们提倡包容的学习心态。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索达吉堪布来到我们上州大学来做演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论语》第1章，孔子讲过一句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就是说，因为善于学习、好学的人呢，一定要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亲近一位大德索达吉堪布，让我们来聆听他的报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找寻幸福人生的钥匙。好，谢谢大家。好，谢谢陈院长的一个致辞。那我们都知道呢，佛教的慈悲跟基督教的博爱，还有我们伊斯兰教的净洁呢，都各有真理。那么都蕴含着呢人世间至高的一个真知灼见和理想。那么佛教呢，也是致力于普度一切困厄，成无量修行。那么将个人修行呢，跟我们的一个普度众生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反观我们的现实社会当中呢，这种盲目欲望充斥我们的周身。那么很多人想去追求幸福，但是呢，却与幸福背道而驰。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呢，大多数人是不得其法的。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索达吉堪布，就是想以他的眼光，什么是幸福？怎么去追求幸福？幸福的根本是什么？我相信在堪布接下来的演讲当中呢，他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一些启示。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索达吉堪布呢给我们开示，有请。好，各位
尊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山东大学，跟大家共同学习。我开始讲什么呢？我们藏族有一种说话叫“说话开头难，办事结尾难”，所以刚才陈院长在致辞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开头怎么样去讲，但后来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根本是什么？那看来可能从这两个问题下手那么首先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想了解什么是幸福。其实我作为一个出家人，跟你们的思想理念，包括有些行为呢，是不相同的。以我的眼光来看，幸福呢，实际上有些地方应该与你们相同的，有些地方呢不一定相同。不管怎么样，我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作为一个出家人，对幸福的问题呢，也思考过许久。那么，所谓的幸福，实际上它是一种，在满足感的基础上的一种信念，在满足感的一种信念。那么这种信念呢，实际上，应该说，有些人是得到的，有些人是没有得到的。因此，我今天要想讲，所谓的幸福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信。有些人认为幸福的根本是钱财，有些人认为幸福的根本是爱情，有些人认为幸福的根本是地位，诸如此类的，等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但是，我想，我们的佛教里面最根本的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观点，就是说，一切万法由心造，一切万法由心造。那么，无论是你的痛苦还是快乐，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抉择心在抉择。这样看来呢，看各位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从早到晚，需求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都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实际上得到什么呢？大多数的可能不同程度的一些痛苦。那么，首先我认为所谓的这个幸福的来源，或者说是幸福的追求呢，不相同的。有些人幸福得到一定的程度，得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认为这就是一个幸福。也就是说，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些人求到的钱财，当你有了钱财，是不是幸福呢？也不一定。我们看来认为幸福呢，只不过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记得大概在09年的时候，英国这个与全世界也可以说举行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征文的比赛。比赛当中呢，大概收了就是100多万的文章稿子。那稿子里面呢，他们要寻找一个世界上是最快乐的人。通过评选以后呢，我记得最后找到了这个4位就有一位呢，是手术成功的医生，有一位呢，是一个孩童，好像是在沙滩当中这个就是就是累成这个累成这个就城堡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孩童。还有一个呢，就母亲呢就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个洗澡。还有一个呢，刚刚这个进入婚堂，也就是说他自己最心爱的人一起这个搞这个婚姻仪式。这4位，
后来我想过这4位的这个每一个人的幸福呢，从我的眼光来看，也许是你们很多人的眼光来看呢，这种幸福是应该是每一个人拥有，但是他们是在上百万的这个竞赛当中呢选出是这4位。那这4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可以分析，比如说孩童在海滩上他玩的过程当中，他最成功的这个玩耍品呢，实际上很有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海浪就是吞走，那这种幸福呢一下子就已经没有了。那么如果他的母亲就是对孩子这个洗澡呢，就是很多可能刚开始的有些女人呢，就是特别执着自己的宝宝，但是对他洗澡，也许他长大以后对他不孝顺，可能对他带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他的这个幸福就没有了，或者说是他每天不可能就是与他这个沐浴。这种这个幸福也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同样的道理，医生做的这个成功这个成功，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所做的这个结婚等等，这些呢，我们很多人当他没有的时候呢，就是需求他，认为是拥有他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多么幸福的。很多人没有钱呢，认为是我有了钱，特别快乐，特别幸福。有些人认为以前没有成过家的，就是如果有一个真是这个成家以后呢，就是可能特别幸福，就这样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呢，最终是什么？我们这个佛教里面一方面讲一切幸福、一切快乐都是无常的本体，一切快乐都是无常的本体。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在想所谓的这种幸福呢，实际上就是它是像这个水泡一样的，很快的时间当中会破灭的会破灭的。因此呢，在这个上面，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不知道对这个佛教的理论、佛教的修正，就是有没有就是研究。如果有的话呢，其实幸福呢，的确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的，就是我们信的一种制作方式。当我制作这件事情特别重要的时候呢，当他获得认为是这是最快乐的，但我们要想到就是他的背后呢，也有可能他会很快就没有了。这就是实践一切玩法的本体一切实践玩法的本体。还有一种幸福呢，我在想，有一种痛苦离开了以后，这叫做是一种这个幸福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头痛得不得了，过一会儿呢稍微好一点，我觉得是不头痛是实际上是最幸福的。我如果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呢有痛苦的话呢，那么这个痛苦当它离开是特别快乐的。以前美国著名的这个作家就是海伦·克利，他曾经说过，他说如果给我3天的光明，那么我成为世界上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其实作为一个盲人来讲，确实是他始终都是在暗无天日的境界当中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很想至少也是有个3天的时间看这个世界的话，那这就是一种这个快乐。可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1年360天，或者说是一辈子都能看这个外面的包罗万象的事项呢，实际上不觉得是这是一种快乐，这不觉得是一种幸福还有呢比如说以前获得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说曼达拉就是南非总统，他也曾经因为他的种族这个歧视方面的这个原因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7年。他后来出来的时候呢，就在他的有一个回忆录叫做是自由路漫漫。在这个回忆录里面，他就记着说在监狱期间呢，他每天都是有半个小时的晒太阳的时间。那么这晒太阳的时间呢，
对他来讲是一生当中是最幸福的，最幸福的。我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在外面就是晒太阳就今天我看山东大学的这个校园里面上午的时候，我一直在晒太阳，我突然想起了实践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快乐有很多快乐。以前我们藏地的有一位也是大德，在文革期间呢，就是关在这个监狱里面10几年了。当他关在监狱的过程当中呢，几乎都是每一天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他们有1碗稀饭和就是一个馒头，就是一天的生活仅此而已。当他们所有监狱里面的人呢，就是特别盼望就是这个时间的到来，一直当他真的这个1碗稀饭和馒头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最快乐了，其他的没有任何所想的，就非常非常的快乐。我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藏地的一个学者，他也曾经在监狱里面待过这个18年。后来他从这个出狱的时候呢，跟这个班禅大师也是个好朋友，在他的有一些历史当中也说了，他说呢，他在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外面的春夏秋冬，他只看到一个高高的围墙，在外墙以外的所有的春夏秋冬，包括这个夏天的这个梅花就是彩虹什么都看不见。他心里面特别想就是越过这个墙，外面看看这个江河是什么样，外面看看这个大地是什么样，蓝天白云是什么样，他很想看，但是一直没有。所以呢，18年当中就是看着一个墙壁就是而度过的。所以像这些人的生活来想的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确实也是所谓的这种幸福拥有，这应该说是非常多的。但这个幸福呢，每个人应该要想到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是大多数认为是一种金钱，一种金钱。那么我们认为是我们幸福的根本对金钱有没有关系呢？对部分的人来讲呢是有的，而不是所有的人。对部分的人来讲呢是有的。根据一些心理学家他们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说这个金钱对我们的这个幸福的因素呢占1/5那么金钱对我们的生活呢其作用方面呢就是占1/6。那么这样看来呢，我们一般的一个实践人呢，当你金钱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可能确实是非常这个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但是当你有了它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这种概念，什么样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呢，确实是这个金钱对他来讲是一种这个压力，对当前来看呢就是一种这个压力。但这种金钱呢，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幸福呢，并不是说完全是成正比不是成正比。如果是成正比的话呢，那么有钱的人就是决定是快乐的，没有钱的人呢就是决定是痛苦的。可是我们了解到钱越来越有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生活有没有就是真正的这种快乐？那么这种快乐能不能就继续下去呢？也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说有钱，那么他的心态是真的是快乐吗？如果是真的快乐的话，比如说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般般的普通的房子，然后他就刚搬下去，觉得还不错的。到一定的时候呢，他也觉得不快乐了，又要就是提升。到最后的时候，最好的房子呢，就是他也不觉得。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房子，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心态呢，真正的幸福呢，就是不一定得得到。再加上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幸福的这种宣传也好，广告也好，或者它的制作方式是不相同的。为什么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城市里面的人觉得是城市的越中心呢，就是越快乐越幸福的人？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的时候，在三环路以外
什么这个二环路里面的房子是最贵的，为什么人们认为是这个越到里面来就是可能是越快乐？可是到美国去的话呢，或者是到这个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在城市里面人就是不快乐，应该这个有钱的人的房子呢，就是搬到最比较寂静的地方，世外桃源，应该是在山里面是最有钱的、最快乐的人啊，最快乐的人。那么我们说，如果是真的是在城市里面有幸福的话呢，那为什么是西方的人也是他在这个城市的最中心不得到快乐呢？他为什么是要搬出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知道就是想过没有，幸福到底在哪里啊？幸福是我们说是确实是它是一种这个新的就是制作方式。每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自己的追求到标准呢，就是认为是这是一种幸福。可是你拥有它的时候，确实也是不快乐。任何一个事件玩法呢，当他没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我有了肯定很快乐的。当他有了以后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啊。比如说以前你没有车，然后你一旦买了车以后呢，刚开始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特别舒服啊。过了2-3天以后呢，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当你没有房子的时候呢，你觉得有个很好的房子的话，我肯定很快乐的。可是你有了房子以后，刚开始搬进呢，也许是快乐。当你没有成家的时候呢，觉得是可能成家非常这个快乐的。所以人的这个心态不同，有些人认为成家以后就是非常快乐，有些人成了家以后，自己的思想也不同，行为也不同，最后家人就是变成了一种痛苦的人觉得离婚是很快乐的，就是当他离婚的那一刻呢，就觉得已经轻松了就是现在是真正的这个快乐，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这种这个解脱呢，已经获得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呢确实是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就是对这个幸福的本体呢就并没有特别的明确。大多数的人呢认为是这个钱财呢就是应该是很快乐的，有了钱财。还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我也去了一些学校，就是包括一些年轻人呢，就是认为是可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这个伴侣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最快乐的，这是一种终身的心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对佛教的教义呢，就是越来越深信不疑。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包括动物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经常放牦牛。放牦牛的时候，我一边在山上，一边在观察牦牛的心态。那么这些牛群的话呢，有些是对这个有吃草有这个喝水的话呢，他就从表情上看呢，当然我跟牦牛没有通过话，就是我也不懂他们怎么说话，但是从表情上看了呢，就是他很有满足感，他只要是有吃有喝就已经这个可以了。有些呢并不是，他还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目标就是包括就是寻找他的伴侣就是有时候呢有些牦牛大公牛的话呢，他经常就是前往别的一些地方部落去，就是开始打架，就是觉得是打架就是他的这种爱好，就是有了这个打架就是他跟牦牛就是开始作战，就是作战打架以后呢，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得意洋洋，就是非常的这种快乐，就是所以觉得是不仅我们这个人呢有很多的这种分别念的，我们佛教就这叫做是分别念。我们实践当中可能叫做是一种信念，信念的这个幸福呢，就是定位是一种信念，应该是在我们心态上这样安利的时候呢，完全是这个可以的在座的有些学生呢，可能刚开始你们对佛教的教义呢，以前也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自己也这方面就是没有探索过，天天看广告、看电视。看这个现在的个别的一些新闻的话呢，那像爆炸式的就是买房子多么幸福有了什么穿什么名牌衣服是多么多么快乐开心呢，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就心态的话呢，完全是就是一种这个控制者了我们的是已经这个就是
变成了另一种这个心态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种状况，不仅仅是现在的社会，我们世界上的很多的人呢，实际上真正事物的真相呢，并没有就是完全了解到的。如果真的是一种幸福啊，就是在它的本体上的话呢，为什么我们刚才所举例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呢，变成世界上是最幸福的呢？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叫这个恩格斯的传记啊，恩格斯呢，他说，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呢，背脊靠着这个太阳，然后在阳光下，自己嘴里含着一个长长的这个烟斗，然后就是捧一本书啊，就是这种行为的话，实际上任何一个幸福呢，就是没办法与它相比拟，那么这种幸福如果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话呢，那我们谁的就是抽烟呢？好多小伙子可能经常这个抽烟，不知道大学里面可不可以抽烟？啊，不可以是吧？可以说的，那这样的话，大家都变成那个确实一种这个幸福啊，你们也应该想一想，就是这是不是一种幸福？再加上我们现在寻求的呢，其实是一种部分啊，这种部分呢，认为是实际上是这个最快乐的。还有我们认为这种幸福呢，就是永远的是可能不会这个消失的。但许多人就是对这个无常观就是特别就是没有去想过啊，这像一个美好的，就是没有想过它最后就是有个死亡啊，再过几十年以后变成什么样的这个很悲惨的这个下场啊，这方面就是没有想过。实际上我们现在实际上真的是表面上看呢，就是有钱有势力有各方面的这个幸福已经具足了，但他将来就是能不能真正这个治下去呢，非常困难的以前大概是1923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这个就是各家之这个海滨就是海滨饭店里面就是开过一个世界性的最大的一个金融这个会议。这个金融会议里面，当时参加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比如说这个钢泰就是公司世界上最富贵的这个董事长还有这个粮食这个公司最富裕的世界上最富裕的董事长然后这个这个应该是煤气吧，就是等等就是，但到了这个后面，再过26年的时候呢，这所有的这些9个人呢，全部都是已经离开世间了。其中我记得是大概有3个人都是自杀的，也有一些人疯狂而离开的，有些人呢就是饿死的，有些人呢就是以这个犯法而死的，等等。所以我们世界的很多的悲剧呢其实佛教里面就是确实从开始到最后整个从今世到来世，从光明到黑暗，从这个我们说的有为法到无为法，就这是佛教的一种名词，或者说是从我们的这个心到外境，所有的这些事呢，都已经这个分析过就是都分析。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呢，那么这个世界就应该说是看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明白所以我们呢就是经常想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基本的一些这个世间的真理就是并没有就是了解，有一些人甚至对这个佛教的这个真理呢确实是有所误解。我在这里呢并不是宣扬或者是跟佛教打广告，就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事实是什么样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大胆的就是可以说大胆的可以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实呢，就任何一个人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推翻的，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我们人自己的前世后世的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轮回因果的存在，诸如此类的这些道理呢，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佛教的观点我经常跟很多知识分子说，就是那么仅仅是一个佛教的观点，这是一个佛教的意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暂且不谈的可以。其实它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每一个人的必须面对的未来的就最重要的这个事实。那么如果我们这些没有搞明白的话呢，
虽然你的名称上呢，你是大学生，你是博士生，你是什么什么这个老师啊、教授啊，就是或者说是领导、上任等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会不会就是就是对自己的真相呢，就是还有很多没有搞明白的一些这个理论所以呢，我也跟很多老师也好，同学也好，我不是要求就是必须要信仰佛教，信不信仰呢？就是其实自己的这个缘分也好，教育、家庭，就是很多方面都是有关系。但是有些人呢，就对这个佛教是有一种嗤之以鼻的看法，就是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包括我们出家人就认为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可能是到这个寺院里面去，然后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这个挫折或者说是在这个实践当中实在是熬不过去，就是然后呢，就是到山沟里面去开始选择出家之路我不排除有这种人不排除，但是呢确实是这个佛教的这种精神，包括这个出家的一些行为，这些是我一生当中的确是非常的这个佩服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精神理念，以及呢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为人处事的各个行为、各个环节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值得榜样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些的，如果我们人类就是全部呢，就是抛之脑后的话呢，恐怕是我们人类就是到底是先进还是后退呢，也是一个大问号的事情呢。因此很多年轻人呢如今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知识呢，是比较这个盲目。当然，我也并不是要求大家学，但我也建议呢，应该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当中，根据自己的缘分，应该看一看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到底是给我们的人类提示了什么样的这个真理？他的这样的哲学思想、天文思想，以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就是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宏观世界也好，微观世界的各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思想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学说？如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么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心理学家，他们是对这个佛教的精神是怎么样看待的？如果我们连这些方面的道理都不懂的话呢，可能是在有些地方呢，就是需要就是还要这个学习就所以我在想呢其实我们人类确实刚才我说的就这是对了解佛法的侧面来讲还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呢，就是并没有懂到。因此我想这个要了知幸福的时候呢，心的根本，也就是幸福的根本呢，是自己的这个心。如果你不懂得这样，反而摧毁就自己的这种幸福那这是就很痛苦的因。以前这个有一个叫做吉田论师吉田论师。那么吉田论师呢，他说过，就是说这个众生就是本来的是想离开痛苦，可是呢，就是痛苦的这个因呢，就是反而性质就并没有把这个痛苦的因来就是根本上断掉。那么愚昧的众生虽然想祈求安乐，但是安乐的这个因呢，就是像摧毁原地一样的，就是抛弃了。那么众生怎么样得果？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字，但实际上其中告诉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行为与最后所得到的果呢，就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为什么背道而驰呢？因为我们祈求的是快乐幸福，可是我们现在每天所造的业或者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做这个快乐幸福的因，而且我们很多人就并没有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幸福很多年轻人可能觉得真正的这个幸福呢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生活上来解决。确实这个是一种这个很大的错误我始终认为现在很多人包括这个有一定知识的人呢，就是他就没有就是对自己留下了一个空间就是觉得什么是幸福就是没有搞懂。如果是真正是知道是幸福的根本是信的话，那谁都可以幸福你不一定幸福的人呢非要有钱，
非要有就是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种目标。记得以前这个英国哲学家就是罗素，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他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他在1924年的时候是来过中国，来中国的时候，说是当时抄这个阿米山就是抄阿米山。抄阿米山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我也去过阿米山，就是从山下，大概是在山腰那里的就是坐那个轿子然后呢就是好几个人开始抬上去。那么抬上去的时候，当时他在这个轿上的时候呢，他就看下面的这些人在夏天的炎热当中，就是大家都在这个满头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心里面想这些人是应该是非常痛苦的，他们可能会想，我们为什么是坐在这个主教上的不是这个人呢？他们肯定会想，所以他一路上呢，就是对他们就是非常生悲悯心，就是很可怜。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山半腰的时候，再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就是稍微休息，在稍微休息的这几个年轻人呢，就互相的有笑有说就他们过得非常的开心，他们过得非常开心，并且问这个罗素你们的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等。就最后呢，他回去以后，他写了一本叫做是中国的这个性格，中国人的性格。在这本书里面呢，专门讲了就是这个故事就这个故事。从他的眼光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作为像世间的一般的这样的打工的人呢，他有这个幸福的他后来呢，就是以终结性的就是说过，也是他的一个人生格言。他说你这个引用自己的自以为是的就引用自己的自以为是的目光来看待幸福是错误的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自以为是的一种这个眼光来看待别人的幸福是错误的。因为你如果喜欢钱的话，那可能你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就是没有钱的人可能很痛苦的我都经常遇到过很多在家人你们出家人很痛苦你们因为不结婚你们很痛苦你们出家人因为很痛苦你们因为不吃肉你们很痛苦当然他这样说未尝不可的，可以这么说。可是呢，他也没有想到过，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在家人也是有没有痛苦确实我也经常遇到过很多，有时候可能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相同吧我觉得呢，就记个别人的这个生活的话呢就非常痛苦。我应该这么多年以来，至少也是没有流过血，没有流过泪，就应该是还是很快乐的。以前我跟在其他的我的这个学校里面的几个同学，当时我出家的时候，他们对我特别的这个悲伤，就是觉得是我出了家以后呢确实是我以后很痛苦的就是好多这个同学呢就是哭过，就是说是你这样因为我刚刚要接近毕业的时候我去出家了，当时很多老师也劝我不要出家，然后很多同学呢就是也劝我不要出家，但是呢就最后我就选择了这一条路。最后我们20年以后呢，我们部分的同学就集中过一次20年以后呢，我们都每个人的谈呢，就是在20年的历程当中呢就感受过的快乐和痛苦，每个人都互相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数的认为就是一直认为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生活是比较平淡的，然后呢就是过得轻轻松松的，各方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压力。当时他们刚开始的这个看法呢是错的，就很多人都想跟我说，当时我们认为是你的选择是太错了，但现在看来呢，我们基本上是差不多了，就是看来你也有你的选择，你也许呢也是有一些快乐。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就觉得是有些人可能富贵的人认为呢这个没有钱的人很痛苦，也不一定。没有钱的人其实他有他的快乐以前有一个国王，他当国王的时候，下面的人觉得是这个国王是特别快乐，结果有一天要求让他来就是做国王的事情，
下面的人看看那个所有的事情给他，最后他一天的过往的这个事情的是实在是受不了，最后说是啊，过往你确实是很痛苦的，你确实，我如果是你的地位的话，那我根本就不要说一辈子，就是1个月都受不了了，受不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是啊，这个是成功人士啊，世界上是什么什么是明星啊，就这个明星肯定很快乐的，其实一点不快乐。前一段时间上海我遇到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明星呢，他是演过很多的电影，而且呢当前来讲是应该说是这个出名的。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下，说是他们前一段时间演了就是什么什么电影，但结果呢每天晚上的是要背这个大概是4个 A4 字的，就是这个第二天的旁白的这个词。然后呢白天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是包括以前的那个就公主的这个她是个女的演员，然后那个公主的这个特别特别重，就是一天都是大概在半年当中都每天都是这样折磨，很多小丫头的话呢都受不了了，就是纷纷的离开，就是。所以我当时想就是人们都是特别羡慕，就是这些明星就如何了不起。其实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在自己的身上呢，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痛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顽强的能力的话呢，谁都会就是面对不了的就是面对不了的。但这些方面呢，我也确实就是不得不就是实时的要说出来，就是佛教的一些这个教义，佛教的一些教义当中，怎样面对痛苦，怎样面对快乐，就是这些方面的教养和窍诀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多。学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对这个人生也好，对生活也好，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社会上的人呢，就是实用主义，很现实的，只要是对你用的话呢，你愿意接受；对你不用的话呢，即使就是他有道理，他讲的很好，但是呢你不愿意。所以我个人看呢，在佛教里面的很多道理呢，现在很多世间人为什么就是不了解一下？如果了解的话呢，就是至少也是不会就是在生活当中是遇到就是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挫折痛苦尤其是现在我们人呢就没有这个面对就是痛苦的能力就是很多人觉得是这个生活呢就是充满希望，充满就是阳光一直认为是它是很温暖的，很温馨的，以后自己整个一路上呢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不会遇到任何的这个曲折挫折或者是弯弯曲曲的路就是不会有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确实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准备没有一个真实的准备，当你遇到它的时候呢就来不及。尤其是我在想我们享受快乐的同时呢，我们要做一个是好的这个准备。当你的快乐受到摧毁的时候，你怎么样就是应对工作就是要有这样的培训和训练。比如说你觉得是你有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生活你如果有家庭，然后你想过没有，你没有家庭的时候呢，就是怎么办如果你的所有的希望呢，全部在这个要么是钱财，要么是地位，要么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事上面的话，当你这个你心里所希望的这一个受到了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你的生活也是开始崩溃了。其实这方面呢，就是需要换一个角度这个很重要这个希望大家要记住，这是一种这个专为幸福这个专为生活的一种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特别就是有钱，但是你想我一天就变成乞丐，就是怎么办？或者你的家庭就是特别和和美美，但是你一旦就是家庭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时候呢，在未来的这个路上面，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你马上就是有这个我们平时有这个什么这个救火团还有一些就是应急措施对个人的家庭、个人的人生来讲呢，这是很重要。当一旦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就是自己开始这个上吐吹气或者说是愁眉苦脸，就是马上就倒下去了。甚至呢，有些不愚笨的人呢，就是选择自杀，
现在很多人年轻人，比如说大多数是这样的，对感情特别执着，认为是某某人是我心里的支柱啊，我生活的希望啊，我未来的梦想啊，如何，每天都是赞美他。但是一旦这个人背叛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了，就是现在只有选择这个。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你想哇，这个人离开的时候呢是个机会，就是我就选择另一个更好的路，或者是我没有钱的时候呢，我更好的，就像我们佛教徒一样，就是我可以这个修行。我身体生病的时候呢，我可以就是用这个机会来开始做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堵车的时候，有些司机呢特别伤心，特别痛苦，开始怨天尤人。其实不是，你在堵车的时候，你用这个时间，我经常这样的，在前面跨放了怎么办啊？就是出来就是开始外景，就是照相啊，或者是散空气啊，没事，等一会儿就通了，就或者说你用这个时间就是念经啊，再思考，或者说是有些人呢开始骂我怎么办呢？就是那本来是他是很不好听的事情，但是有了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我把它当做一个机会啊，当做一种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当你往往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不愉快的这个事情呢，把这个当作有一种机遇来，另一方面就是开始运用它的价值。这个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呢讲是确实很重要。比如说一个人真的是在这个单位上已经开除了，那开除了怎么办呢？那可能是我的命运，就是我应该寻找另一个的。在这个上面呢，大多数的人就是已经失去了这个信心了，失去了信心。以前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张海迪啊，就是他的是说过，他说呢，说这个两个翅膀的是折断了，但心里呢就是照样可以飞翔啊，就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精神啊，就我们他坐在轮椅上，就是开始这个跟像师姐这样这个宣言就坐在轮椅上这样宣言。有些人为什么遇到点点的这种挫折的时候呢，马上就已经这个脆弱不堪了，不堪一击了，马上就已经倒下去了。而有些人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只受到过很多的委怨和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呢，他顽强的可以站起来，无论是他的身体上，他的心灵上，这就是对这个幸福呢，就是有很好的一种面对的方法。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好的一些修炼方法。这个人生呢，确实有时候看来是它是一个不平的路你不能就是想的是永远都是好的，那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可能的。昨天那个陈院长就是带我去我们那个就志诚书院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标志有个雕塑就是特别有这种不同的感觉就是这个非常好。就是我看你们山岛的大多数的可能学生都知道，就尤其是书院的人应该是更知道它的这个雕塑呢，就是与众不同的，就是一个人体就是悬空在中间，然后两边呢就是很多人的拉着就是拉着，就是有些可能有好人也拉着他，有些有坏人也拉着他，两边都在拉。到底是谁赢呢？就是不知道，但他的背后有很多的光明黑暗什么？我看到光明和黑暗是最开头吧，好像爱和恨是在下面，还有可能是什么成功失败很多的这样的相反的，也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那么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培训的话呢，我们人生呢就是并没有看一个全是光明的，也并没有看一个这个黑暗的就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的。可能你们认为是我们一出了家以后的话呢，全是一种黑暗的一面，认为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就是然后逃避了，就实在没办法。很多人都是看见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好可怜就很多人都看到我们认为是这些人是真的很可怜了，逃避世界了，就是我们这个美好的花园是他们永远也是没有这个享受的机会。有些人这样的，其实也不是。我们出家人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有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戒律约束就是这些，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这个人类自我的一种发展就并没有认为是他是像这个关在监狱一样，就是并没有这样想过的。那么我们学生在读书期间的话呢，可能你要就是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准备就是光明的一面你是你的希望，
黑暗的一面呢，你要就是做好这个准备。成功呢是我的这个梦想，但是失败呢是我的这样面对的这个就是对象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行为，在大学里面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如果去训练的话呢，你到了这个社会上啊，确实是比任何学问的还适用的率呢就是高啊。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课程是完全是一种实践应背，或者说是在真正你的工作上、你的家庭上呢，就是不一定完全能用得上啊。这样的，我想我们很多人呢，一定要通过一种真正的这个理解真理的方式来，就是才开始了解啊。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看别人就是很可怜的，但是实际上别人呢不一定可怜啊。刚才讲的一样的，出家和在家这样的，以前那个米拉热巴的传记里面，藏传佛教里面很伟大的，我们认为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人很可怜的，其实呢，他在这个山地野草里面过清静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快乐呢远远超越这个。是这样，我经常看汉传佛教的一些禅宗的书啊，那么禅宗的这些大德们在这个山里面啊，就是在寺院里面，在山洞里面，就是过的生活是可以说是我们很多在家人就是住在这个高楼大厦或者说是这个别墅里面的这个生活。可能你没有信仰的话，暂时不一定相信，但是你真正有了这种永恒的稳固的一种快乐的时候呢，你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米拉热巴在山洞里面的时候，有7位漂亮的女人呢，就是开始远远的地方就是唱歌讽刺米拉热巴啊，说是你这样的这个无吃无穿的一个修行人呢，也不像人，也不像鬼，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就开始。然后米拉热巴呢，就是也翻过来对他们唱那个道歌啊，唱道歌就是你们自己也是疏忽在轮回当中如何如何。其实每个人的价值观不相同啊，暂时是有不同的分点，但是最究竟来看呢，我认为啊，确实是，我不是因为就是站在佛教的角度来说话，但是呢，确实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一样的，幸福的根本是信，痛苦的根本是信，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这些道理，如果我们懂到以后呢，就应该说是对生活是是有利的啊，就是应该是有利的。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到这个最后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存在的时候呢，一直是很痛苦的啊，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存在的时候很痛苦的。现在很多的痛苦是来源是什么呢？来源都是自我。这一点不知道发现没有？你们想一想，很多人在家里吵架的时候呢，可能从来都是没有为其他人这个吵过架啊，你对我不平等啊，你原来给我说过什么话，你对我不公平啊，你对我什么什么呢？首先是第一句就是经常说的呢，就是我，就是吵架大多数是这样的。那么甚至我们小的家庭的一些争论，然后大的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整个世界全部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一旦像佛教的教义一样的，就是所谓的我呢，慢慢已经抛弃。其实真的佛教最深的一个理论是什么呢？我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可能你们刚开始学的人呢不一定知道啊，我这么不存在，我不是站在这里，我不是坐在这里。你这一点的是佛教的智慧，并不是没有发现，不是的，这个是完全发现。但是你要用思想、用智慧来进行剖析的时候呢，我确实是不存在啊。我怎么不存在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幸福的根本是信，那么是不是幸福的根本是信呢？这一点我想很多人，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定解的话呢，我会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幸福的根本不是信的话呢，说不过去。就刚才我们也前面就是用实践的一些理论吧，我没有用佛教的很多的理论，实践的这些理论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只能说是幸福呢，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种不同的心态，或者是追求，或者是满足，或者是一种这个理念。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如果真的是在外境上是有一个幸福的话呢，那么谁得到他的是应该是最快乐的比如说一个这个很漂亮的人，就是如果他是幸福的根本的话呢，谁都看到他，谁都跟他一起的话呢，都会快乐的。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是没有的。如果是诸如此类的，有很多的钱，就是那么是幸福的，是不是人人只要有钱的话都快乐？就是没有吧。
这样一来，通过这样的推理呢，最后知道是幸福的根本是应该是信。我们并没有否认全部，部分也起到作用，这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信呢，到底是什么样呢？你们看一看，所谓自己的信是什么样啊？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很深的一种推理。也许你们会念，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么这一句话，你想一想，过去心是不是不可得？你刚才以前的所谓的这个心呢，现在在哪里？就是有没有啊？包括你昨天这个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凡是你从年轻到现在的所有的你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现在全部都是跟昨天晚上的梦一模一样的。就一点一滴也是得不到的，没有，因为它已经灭完了。就是昨天的事情呢，现在重新复活的话，不可能的事。那这样的话，那心是不是现在呢？那所谓的现在也是刹那刹那的是灭的。我们说刹那刹那，或者我们现在的话来讲，1分钟、1秒钟，现在的这个是很短暂的。你说现在呢？如果从大的方面讲，就是今年是现在，再缩小今天是现在，然后1个小时现在，1分钟现在，1秒钟现在。那这样的话，所谓的现在呢，在哪里？就是有没有？没有。那么未来的性呢，有没有呢？还没有产生。那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佛教说是无我呢，在理论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觉得空性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人认为啊，就是佛教不是讲万法皆空吗？就口头上会说，现在很多人口头上会说，但实际上佛教的非常深深、非常有价值的这个理论呢，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你最后呢，就是抉择为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抉择也有这个词。所以最后抉择为是什么呢？就是抉择为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性呢。就是过去性不可得，现在性不可得。同样的道理，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未来、过去、现在来有详细的去观察的时候，在物质的本体上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也是物理学家，尤其是微观物理学家呢，包括爱因斯坦也有部分的说明，因此，我们最后呢，应该知道，这个佛教所说的那样的所谓的这个性呢，就是也是抉择为这个空性的啊，抉择为空性。当然，这种这个空性呢，就是还没有真正的这个通达之前的话呢，我们暂时的这种我认为是幸福呢，应该是帮助他人，是佛教的大乘精神。大乘精神，我们很多人以自私自利的范围当中，就是做很多事情呢，这是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一切的快乐的根本呢，就是利他；一切痛苦的根本呢，是这个逆自己而来的。这是诸大德们也是这样讲的。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呢，在有生之年当中还没有证悟空性之前呢，应该是把这个幸福呢。建立在帮助别人的这个身上，不要这个危害别人。比如说，我们杀害其他的众生，或者是我们让众生遭受痛苦而自己快乐，就这种精神和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是我要帮助多少人，从小的是养成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却是佛教的一种这个开悟。这种开悟呢。完全超越就是我们物质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快乐和这个幸福。因此呢，最后就是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呢真正能到这个心灵的这个幸福得到这个心灵的这个幸福。谢谢大家。